咱们陆哥居然要被退学了。自从学校宣布要进行一场特别考试之后，整个1年级都人心惶惶，林小璐他们 C 班的氛围也压抑至极，大家都不想在投票之前惹人瞩目，也都私底下组了小团体，打算内部互相投赞赏票，因为赞赏票是可以和批判票相互抵消的。其实到现在为止，林英还没有想到一个避免同班同学被退学的好办法，他迫切的想要知道，如果是哥哥的话，会怎样应对这一切呢？而林小璐作为班级的隐藏中心人物，也被各路人马找上门来。先是班长邀请他晚上来自己的房间给他看好看的，放学回去的路上又遇到了2年级的曹比奈学姐，并从学姐那里得知了伊之濑为了帮班级渡过难关，选择向学生会长南云求助，想从南云那里借一些凑够2000万的点数。不用想也知道，南云肯定会提条件，而且他提出的条件居然是让伊之濑和自己交往。学姐把这件事告诉林小璐，自然是希望他能阻止，一方面是为了伊之濑那个可怜的学妹，另一方面也是不想南云拿着大家的点数为非作歹。刚和学姐分别，林小璐又去赴了班长的约，两人还在电梯里遇到了对此次考试不以为意的高原寺。听着高原寺嘲讽的话语，班长忍不住为自己的无力感到愤怒和羞愧，而他找林小璐自然也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能保住全班所有人的办法。林小璐直言他也没想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凑够2000万点数，但是很明显他们 C 班是做不到的，可这样的话就只能投出某一个人了。回房间后，林小璐又把伊之濑叫了过来，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再加上伊之濑本就对林小璐抱有好感，此时心里更是小鹿乱撞。不过在听到林小璐聊起的话题后，他就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林小璐已经知道了他要和南云交易的事情，B 班现在还差400多万点数，只要能凑够，他们就不需要舍弃同伴了。林小璐向伊之濑表达了自己对他的担忧，这让伊之濑的内心更加摇摆。如果今天林小璐没有找他，说不定他就真的给南云肯定的答复了。可现在的他也是真的不想那样做，他抱着一丝希望问林小璐，你该不会是那种很厉害的人吧？可惜林小璐现在还沉浸在扮猪吃老虎的快感中，当然是不可能承认的。第二天早上一进教室，林英就发现氛围和昨天截然不同，大家好像突然轻松了许多，看来已经私底下串通好要让特定的某个人退学了。但林小璐他们小组的人却都没有收到消息，一看就知道肯定是他们中的谁被针对了。波流家率先表明态度，自己是不会为了赖在学校而背叛同伴的。佐仓也赶紧附和，大家基本达成一致。而这个被针对的人其实就是林小璐。当天晚上他就从清井泽那里获取了情报，目前班上已经有半数以上的人决定投他了。清井泽心里明明担心的不行，却还是那副傲娇的样子，毕竟他大概是最不想让林小璐退学的，不然自己就要找下一个寄生的目标了。林小璐则直接将桔梗叫了出来，问他始作俑者是谁。桔梗却不愿意说出主谋的真实身份，并且无所顾忌地告诉林小璐，这其中也有他的推波助澜。那位主谋最先商量的人就是桔梗，然后利用他的人脉拉拢和林小璐不亲近的同班同学。桔梗早就看林小璐不顺眼了，自然是顺势答应下来，如果能顺利让林小璐退学就再好不过了。难道陆哥真的要被退学了吗？他见桔梗不肯说出主谋的名字，就不再追问，反而让桔梗急了。林小璐不想知道，他就非得说，没错，主谋就是林小璐的好兄弟山内。林小璐却早已猜出，真正的幕后黑手其实是板柳。桔梗瞬间变了副表情，既然林小璐已经知道了，他也不再隐瞒，山内只是板柳的妻子而已，板柳和桔梗之间自然也有交易。林小璐并没有多问，等桔梗离开后，给某人打了个电话，约好明天下午见面。而林英也终于鼓起勇气去面对了自己的哥哥，他想从哥哥这里获取勇气，正视这场特别的考试，然后取得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结果。学哥却只问林英在这所学校感觉怎么样，是否开心。林英是有些迷茫，他也不确定自己到底开不开心，只是感觉没有以前那么无聊了。这说明他已经拓宽了自己的视野，正在慢慢从无聊的日常中挣脱出来。学哥却像个 CP 粉一样，因为林英对林小璐是什么看法，告诉林英他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于是林英正视了自己的内心，终于开口向哥哥求助，在这场考试中自己究竟该怎么办。转眼间到了特别考试的前一天，班主任刚提醒完他们，林英就站起来走到了台上，直接表明自己已经想好了要让谁退学。正准备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就被班长打断。林英无视了他的话，这场考试势必要放在台面上明说，不然那些拉帮结派的人很有可能会导致表现优异的同学也会有退学的风险。既然没有破局的方法，那他们就直接选出最应该被退学的那个人。紧接着林英毫不犹豫说出了他心目中人选的名字，山内
春树。山内听到后人都麻了，他这段时间忙着搞小动作，把火力全都引到了林小璐身上，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众矢之的。而林英的理由也很充分，在这1年中，山内几乎没有对班级做什么贡献，期末考试的成绩也是倒数第一。最重要的是，他为了让林小璐退学，私底下拉拢同学给他投批判票。听到这个，班长坐不住了，自己最欣赏的男孩子居然成了大家的投票目标。山内见自己的计划被戳穿，毫不犹豫的把桔梗也供了出来，但他忘了自己在班级里的地位和桔梗也是天壤之别。桔梗委屈一哭，其他人就不好意思指责他了。林英却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人，提醒他在班级的影响力可是很大的，应该明白一旦帮忙会有什么后果，希望他之后留意采取对班级有益的行动。当然，本次的元凶还得是山内，不过这些并不足以说服其他同学，为了让自己留下而把别人踢走这一行为，其实也说得过去。要是林小璐真被踢走了，只能说他技不如人。所以林英紧接着又放了个大招，那就是山内其实是和 A 班的板柳串通的，一直在听板柳的指示。山内当然是下意识的否认，可又不敢把手机拿出来给大家看他和板柳的联络记录，大家的心逐渐向林英偏了过去。高原寺更是率先表明自己会支持林英的提议，而林英当众说出这些话，自然也是做好了准备。如果大家听不惯他的话，大可以在批判票上写他的名字。就连山内的另一个好兄弟须藤犹豫后都站到了林英那边，桔梗更是火上浇油，说要收回之前拜托大家帮忙的事情。桔梗都后悔了，那些被他拉拢的人自然不可能再把批判票投给林小璐。山内现在俨然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万万没有想到居然是班长站起来替他说话。班长说什么也不想用这种方式剔除同伴，他不希望这个班级少了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山内这种人。林英都有点无语了，那你倒是想个破局的办法呀，大哥。而林英的一意孤行激怒了班长，居然让他当场黑化了。林英实力护肤，却让老好人班长黑化。班长一开口就是让林英闭嘴，跟平常温和的他判若两人。接着又告诉了其他同学，刚才林英说的是真是假，根本无关紧要。山内赶紧辩解，当然是假的了，却被面色不善的班长嘲讽，都爆出这么多料了，你怎么可能是无关的？当然，除了山内，其他学生那种若无其事陷害同伴的做法也让他想吐。林英就直接问他想怎么做，而班长想出来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因为他觉得他们没有权利制裁同班同学。两人各不相让，大吵了一架。班长还宣布自己明天会在批判票上写林英的名字。林英反正是无所谓，就连一直旁观的班主任都忍不住开口了。现在他们连这一场特别考试都觉得无法忍受，可是一旦出了社会，势必会碰到必须切割别人的事态，到时候肩负责任的人也必须要狠心做出决断。要是觉得这场考试只是单纯在找茬，那永远都不会有所成长。言辞之中已经站到了林英的一边，学生们都开始思考起来，明天要把票投给谁了。其他班自然也是如此， D 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决定要把龙源投出去，当然也有一些会投给自己讨厌的人。这时龙源的小跟班过来问一吹关于龙源手里的个人点数的事情，希望能在他退学之前回收回来。所以当天晚上一吹就去找了龙源，龙源仿佛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直接将点数转了过去，还顺便吃了下美少女的豆腐，依旧是那副一切尽在掌控中的模样。而 B 班的所有压力都压在了伊之濑一个人身上，他已经在同学面前夸下海口，这次考试他们 B 班不会失去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会从学生会长那里借点数凑够2000万。大家对伊之濑的话深信不疑，却不知道伊之濑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他犹豫许久，还是给南云打了个电话，再三争取，才将时间拖延到了今天晚上0点。究竟要不要做他的女朋友，伊之濑始终无法下决定。A 班这边，葛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知道被投出去的势必会是和板柳作对的自己。板柳已经听说了山内被揭穿的事情，却并不惊讶，反而告诉小跟班们一切都还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就这样，在紧张的氛围中，特别考试来临了，大家都在等待着班主任宣判结果。山内却突然开始发癫，哈哈，没想到吧，要被退学的不是我，因为板柳已经跟他约好，会把 A 班的赞美票全都投给他，这样就能抵消掉所有批判票了。势在必得的山内开始对自己的同班同学们冷嘲热讽，他扬言就算他们投了自己也会原谅他们的。其他人就默默看着这个男的发癫，直到班主任上来公布结果。首先公布的是赞美票的前3名，第3名志田桔梗，第2名平田洋介。看来即便昨天当众黑化，班长也还是那个受人欢迎的班长。那么第1名究竟是谁呢？没错，他就是我们的鹿
哥林小璐。山内一下子慌了起来，如果林小璐是赞美票第1名的话，那批判票第1名岂不是自己？班主任也给了他肯定的答案。意识到板柳背叛了自己，山内都急哭了。不肯接受这个结果的他露出了各种丑态，还一脚踹向旁边波流家的桌子，抄起椅子就朝嘲讽他的高原寺砸了过去，却被高原寺一把抓住。不管是实力还是武力都比不过人家，那就只能接受自己的命运了。山内沉默着走了出去，班主任贴心的关上门，将他的哭泣声隔绝在了外面。与此同时，其他班的结果也被公布出来，每个班都出人意料。A 班被投出去的居然不是葛城，而是葛城的小跟班迷燕，毕竟板柳之后还打算利用葛城呢。D 班的退学者也不是龙源，而是之前嘲讽一吹的真锅赤宝。B 班也的确无人退学，这一切当然是林小璐的手笔。龙源问林小璐为什么要救自己，林小璐却否认了这份功劳，表示付诸行动的是追随他的人。时间回到不久前，龙源的小跟班石崎和一吹居然主动找上林小璐，希望他告诉自己一个不让龙源退学的方法。林小璐就让他们先去回收龙源的个人点数。不得不说，这小子还是有点东西的，个人点数居然还有500多万，而一追来他们 B 班只差400多万就能凑够2000万，这样一来2个班就能合作了。D 班帮 B 班补足点数， B 班全班都可以为龙源投赞美票，直接双赢。最后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皆大欢喜，没想到会被自己的2个小跟班给救了。龙源扶额苦笑，他们真是的，看来要着手准备东山再起了。就在这时，林小璐又收到了板柳发来的信息，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板柳又出了什么力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